马斯克对川普亮剑了，这不就是美一版的913事件吗？我相信美一版的913事件结局一定更刺激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卫，美西时间2025年6月4号，欢迎来到大卫观点频道。今天呢，咱聊一个美国版的913的专题。首先说老马今天彻底是不装了，爆发了，而且亮剑。咱们看图片这可是他自己发的。这大长刀，他是这么说的，他说给你的参议员打电话，给你的众议员打电话，让美国破产是不行的，杀死这个大美丽法案。你看吧，现在这老马彻底和 MAGA 和老川闹掰了，而且直接动了老川的根基，他在发动选民来否决掉老川这个大美丽法案，这不彻底掰了吗？而且他用的这招呢，是用自己控制的社交媒体发动群众。说实话，中国的老毛他就深谙此道。他说啥叫政治啊？政治就是把咱支持的人搞得多多的，反对的人搞得少少的。所有的政治运动本质上叫运动群众。现在这老马运动群众的目标居然是原来的老板川普。我相信美一版的913事件已经上演了，接下来呢，咱们就回顾一下中国版本的913到底有多刺激。首先说呢，在1959年的时候老毛召开的第一次庐山会议，目标本来是要纠偏的，因为他自己搞得太烂了，然后呢也饿死很多人。这个时候国防部长彭德怀他就要上书，觉得你这么干不行，老百姓都饿瘦了，很多人都死了。但是老毛觉得你在反我的同时，打掉的是我的权威，我必须把这国防部长给他干掉，不然以后我这天下怎么做？这个时候就得需要一个帮手。那帮手你不能选刘少奇，刘少奇现在也要跟你对着干呢，也是背地里也是跟你不一样这条心。这个人选呢，他就一定得找一个能镇住彭德怀的，而且未来还不会威胁到他。那时候师大院士里很多已经靠边站了，其他人呢镇不住彭德怀。彭德怀刚打完了这个抗美援朝，声望那是民族英雄能镇住他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林彪。因为在中共的党史上，林彪的战功是在彭德怀之上的。现在他在苏州养病呢，根本就没开会。这时候老毛就得抛出点诱饵来，让他来开会，来干这件脏活。但林彪他太了解自己的老上级这个老毛了，老毛的尿性向来是拉一个打一个，用完了以后呢就雪藏，拿别人当个避孕套用。所以说他一开始就不上山，不愿意当这个批判民族英雄这个骂名。那时候老毛就得抛出点硬货了，这个硬货就是把你的接班人写进党章，你作为党的第一副主席接替这个，虽然说是军委副主席嘛，那都是虚衔，没有实权。现在把彭德怀干掉，你就当国防部长，这个诱惑对于老林来说那是可以的。毕竟现在手里没什么兵权，军委副主席只是一个虚衔，现在当实权国防部长，又当共产党的第一接班人那他就干了这脏活，干完了以后他确实获得了刚才我说的成分。当时的排名叫毛林周朱陈林邓，这林就已经排到第2号了，这个位置超过了朱德，也超过了周恩来。实际上他一直想着等着接班呢，但是老毛心里很清楚，我拿你就是用，怎么可能让你接班目的是让你达到比你当时比较强大的彭德怀。当这个目的达到以后，老林发现不对味了，被耍了。为啥呢？1959年开庐山会议，到第2次1971年的庐山会议，这都过去11年了。他这个接班人等了10年，发现味儿不对了。老毛现在在开始培养自己的秀才和后起之秀，什么人呢？像什么王洪文自己的老婆江青还有未来的总理人选是这个张春桥。而这些秀才
根本不是元老一条心。这老林发现，你把我使了半年，使了这个半天，让我等了10年，现在我接不了班了，那我可就要反击了。那段时间他明显发现自己要被罢黜了。什么原因呢？在第2次庐山会议的时候已经在批判他了，而且把他的组织内部的爱将，有一个叫这个陈伯达的给打入冷宫，原来也是常委之一现在直接给撸了，而且让他的无副上将挨个人写检查，这个检查写了3遍都不过关，让你继续写。这实际上就是什么？是一种政治上的羞辱。你要自己挖自己的祖坟，说自己的不是，打自己的嘴巴，落实成文字，写完了以后有可能全党印发，先把你搞臭，那接下来就把你搞下去实际上老林作为军委副主席，党的副主席他有自己的五虎上将，就是黄埔叶礼秋嘛。他的第1号上将就是解放军的总参谋长黄永胜。在那时候老毛已经明显觉得要把老林干掉了。他说什么总参谋长打起仗来我就是总参谋长这说给谁听的？他当然说给林彪听的。林彪一看形势不对，而且老毛已经在让他写了，就是说在第2次庐山会议上你有责任，你给我写个报告。老林发现不能上这个套，因为他很清楚，如果自己写了这个检讨，无疑是自我否定，自我否定的结果一定被老毛什么呢？印发全党全国。这副主席你自己说你不行你犯错误了，你还不得引咎辞职吗？那接下来顺理成章4人帮那些小喽啰们，那些秀才们就该接班了。这个时候老林恼羞成怒，既然10年没接上班，那我就强行接班。他这个强行接班实际上就是搞政变，让他儿子林立国搞了个571工程，就是在老毛南巡期间把那火车给炸了。而且他做了一个 B 方案，如果说没干成的话呢，那咱就另立中央，在广州和北京遥相呼应咱们这个分庭抗礼。说这话呢，他在广州那实际上是他四野的大本营老底子。林彪起家确实是在四野，就是在东北，但东北打完了以后人家就直接南下到海南岛了。在海南岛后期，他就担任第1届的中南军区司令员，也就是北京军区的前身。他可是当了4年的司令员呢，底下扛枪的都是自己四野的老底子，不回东北了，咱就占着广州。后来呢，他这个上调中央以后呢，黄永胜1955年继续当广州军区司令员，一直干到多少？一直干到69年，干了10几年的广州司令员，可以说是根正苗红，或者说是根深蒂固。广州军区那就是林家的。所以说他想，既然老毛你跟我对着干，你想把我给干掉我就另立中央，我就跟你干。实际上他也有牌，他确实是写在党章里的军委的副主席也是这个党的副主席，也是要接班的。实际上呢，当时对老毛不满的人也有很多人如果他戳个旗子，比如说我是党中央了，北京那个非法了，肯定有人投奔他，至少说以前被打倒的元老会跟着他去。他这个如意算盘打得挺好，但是用人不慎，你让自己儿子干这种掉脑子的事儿，他儿子呢经验不足，搞砸了。这炸弹根本就没起爆的时候，老毛提前闻风就回北京了。这时间呢就差了几个小时，买炸弹的时候这车早走了，所以说老毛是躲过了一劫。那这个时候就要开始清算林彪了，你想来强行接班，你还想来请刺我，那肯定要抓他呀。所以913是赶紧跑。这个跑的时候我看了时间表呢，是9月13号的0点32分，这3叉戟飞机起飞。他原计划呢是既然败露了，咱就启动 B 方案，要往广州跑，广州都是咱的人。那时候虽然广州军区司令员是黄永胜，已经升任总参谋长了，接班的也是四野的老人，叫丁盛。丁盛也是自己小兄弟四野的人呢，那咱就往广州跑。但这个时候他就忘记了，这个飞机的飞行员潘景，实际上他有另外一个上级，那就是中央警卫局。那时候中央警卫局的当家人
是老汪。老汪实际上给他发报了，说你呀，现在飞起来以后，林副主席啊给老毛有一些误会，那是双方的事儿，你别跟着把命送了呀。你别往广州飞，因为周恩来总理已经下了禁飞令，如果有飞机起飞的话，打下来，你现在有个办法，你往北飞，但是你不要告诉林副主席，你往北飞，一直飞到蒙古去，你找个机场降落，然后呢，我们派车把你接过来，通过外交渠道，这样呢，两个老人呢能够化解这个误会，你的命也能保住。作为飞行员啊，他老领导给他这么讲，他当然要听啊，所以他默默的把航向开始往北走。那林彪不知道，以为还往这广州飞呢，因为到了起飞后的1个多小时啊，凌晨1点50分，外边是漆黑一片，坐飞机的人根本不知道飞机已经悄悄地进行了转向，已经掉头往北飞了。然后呢，1点50分进入了蒙古国，在2点25分的时候飞机坠毁。那这个啊，历史上有很多说法。你说中共官方讲啊，那肯定是没油了，迫降。实际上，我认为呢，这逻辑上不太通。有一种说法，我是比较倾向于什么呢？警卫局的王东兴诓着这飞行员往北飞，林彪呢蒙在鼓里。但是飞着飞着呢，这个飞行员发现不对呀，你让往北飞，我这凌晨2点钟，我往哪迫降？这飞机的在哪儿呢？又不像现在有 GPS， 他慌了。他慌了以后，他就想往回飞，这个弯拐的就有点大了，而且告诉这个林副主席，我对不起你啊，现在咱已经在蒙古了，已经出国了，咱往回飞吧，我到这儿都不认识，这老汪呀把我给诓了。但这时候林立国、林彪就清楚啊，你被耍了，我也被耍了，为什么呀？你现在已经叛逃了，你已经叛逃中国，你再回去，那不肯定把你打下来吗？你还死路一条，那现在唯一的办法就地迫降吧。这个迫降就迫降的庄稼地啊、草地里。这个时候双方已经达成共识，保命吧，也没找什么机场了，温都尔汗就开始往下降。降的过程中啊，根本就不是机场，草地，机腹着地，引燃油，9条人命啊，全部付之一炬。这个就是913的事件的全貌。你看。林彪如果说当时没有往蒙古飞，或者说他知道这司机啊、飞行员不可靠，我盯着你，盯着那个轮盘，他真去了广州的话，中国就是另一番景象了。我想也不会后期有这个4人帮了啊，也不会有后期的事情。这说走向是无法预测的。那历史咱又回到现在的美国，老马作为这个 MAGA 的重要支持者，或者说是老川马新政的这个排头兵，现在他选择亮剑背刺川普，他是如何考量的呢？他肯定就发现我也被耍了，就像老林发现你让我接班，我等了10年，最后发现你要把班交给你老婆和秀才的时候，他也被耍了，他就要反击。913事件本质上它就是一个什么卸磨杀驴，兔死狗烹，然后呢，弱者不甘于就范，他要反戈一击。老马现在也选择了反戈一击。你看吧，这亮剑，这给谁看的？这绝对不是给别人看的。而且他让自己的这个社交媒体发布动员选民，就是那些红脖子。既然你们选上了老川，你也同样可以把他选下来，至少可以给自己的议员打电话，把这个老川支持的法案给他废了。双方正式进入了决裂。但是我想呢，美版的913一定比中国更精彩，因为老马手里的资源啊，他虽然没有广州军区那么多兵，但是他有钱呀，他有企业啊，他现在也有很多的支持。您比如说嘛，他现在有自己的1000亿级的企业，这个企业每天还在产生的利润，这本身就是牌。他实际上也想通了，既然说你老川你把我耍了，你也不会再给我订单，无论是 NASA 局长你给我否了，还是我的订单你给我这个取消了，你又要求我的特斯拉100%在美国生产，我是根本做不到的。我花那么多钱让你当总统，你反而把我的利益放在一边，我肯定要反。所以他现在反的动力也是杠杠的。那既然在操作呢，他手里的牌
除了刚才咱们说的钱，再就是 X 这个平台社交媒体。去年呀，也就是5个月前，如果不是社交媒体它支持老川，谁胜谁下，这个东西还是个未知数。既然说时间不能倒流，他现在就得考虑，一时半会儿是进入不了太空，也去不了火星了，可能在未来的30年的后半辈子还得在地球上过，那还得在美国过，那怎么办？那作为资本家来讲，就得寻找新的政治力量来保护自己的财产，来保护自己的后半生的平安。所以说，接下来的目标啊，应该是共和党的建制派那些反对老川的力量可能会给他合流，因为你看，这么一个历史上产生过里根啊，产生过这个林肯的光辉灿烂的大党，突然被 MAGA 裹挟了，现在都快成了川党了，这正常吗？所以说，共和党内那些反川的传统建制派啊，有可能会给他合流。另外，民主党也乐见其成啊，你内部堡垒被破解了，那接下来2年后的中期选举，民主党的胜算就更大了。所以说，美版的913不是一天完成的，这仅仅是拉开一个序幕，结局啊是怎么样呢？咱们就拭目以待吧。好，今天就聊到这儿，欢迎各位在留言区留言，也欢迎关注大鱼观点频道，每天和你更新有意思的消息。再见。